当专家打开水晶棺椁的那一刹那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，里面竟然还套有一个小玉棺。打开玉棺盖板，里面盛放的会是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吗？随着对法门寺地宫的深入发掘，考古队员在地宫中清理出来了包括女皇武则天在内数个皇帝的衣物、用具和头发。在接下来的发掘中，还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呢？保持你的好奇心，双击点赞，加个关注。本期视频为大家揭秘法门寺地宫之谜。1981年9月，伴随着一场暴风雨的来袭，陕西宝鸡法门寺轰然倒塌大半边，塔内所藏的佛经佛像纷纷跌落在地，僧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震惊了。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佛塔的倒塌竟让人们发现了一个深埋地下千年的秘密。1987年4月，考古专家对法门寺塔进行了考古发掘，很快他们把明代的塔基清理了出来，并在明代的塔基中又发现了唐代的塔基。然而当考古队员对唐代塔基进行发掘时，却变得有些紧张，因为史书中记载法门寺地宫埋有佛祖舍利。如果佛祖舍利真的存在，是否还保存完好呢？所有人都怀揣着激动的心情，开始清理塔基内的碎石。碎石清理干净以后，一个深不见底的地洞显露了出来。等众人凑近看时，洞口突然变得云雾缭绕，在云雾缭绕的地下，就是金碧辉煌的金银器。尽管还不清楚地宫下面有什么宝贝，但他们知道一个伟大的考古发现即将诞生。通过技术手段，他们在塔基的正南面找到了地宫的通道。在挖掘出19层台阶后，一道石门显露了出来，石门上刻着神秘的符号。这些符号并不是古印度的梵文，甚至不是人类所了解的任何一种文字。直到今天，专家都没有破解这些文字的含义。也许它是给予入侵者的一种神秘咒语。然而，考古队员并没有因为咒语而停止探寻，他们熟练打开了石门上一把锈蚀的铁锁。后来，他们才知道，这把铁锁已经锁了1100多年。第一道石门的后面是长长的甬道，甬道的地面铺满了铜钱。清理后，考古队员才知道，铜钱的总数竟然达到了2万多枚，其中13枚用玳瑁制成的纪念币，是中国古代钱币考古的首次发现。甬道的尽头又是一道石门，石门前有2块石碑，石碑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。碑文中记载了佛祖舍利被分送到法门寺的情况。碑文中还详细的记载了为供奉佛祖舍利捐献物品的名称、数量以及供奉者的名字。2块石碑告诉我们，神秘的佛祖舍利和无数奇珍异宝是真实存在的。然而，他们还在这座地宫当中吗？1981年9月，法门寺在暴雨中轰然倒塌半边。但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，正是因为这次意外，地宫中的珍宝才得以重见天日。其中出土的一件武则天裙子，更是让世人瞠目结舌。这件绣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武则天的衣物。还有这件双环12轮鎏金银锡杖，它被称为世界锡杖之王，全世界仅此一件。随着对地宫的深入发掘，考古队员能否找到佛教至高圣物佛祖舍利呢？打开法门寺第2道石门，地宫的天顶和地面已经遭到了毁坏。然而，当考古人员进入地宫以后，他们却惊奇地发现，地宫中的文物竟然全都保存完好如初。特别是这座1000多年前的阿育王塔，它用整块汉白玉雕刻而成，它的四面雕刻着身姿婀娜的菩萨像。阿育王塔四周的地面上堆积着无数的丝织品，即使经历了千年岁月的侵蚀，仍能看清衣服上缜密的精美纹饰。特别是在一个白藤箱中，他们更是发现了一堆粘在一起的丝绸服装。在这些服装中，有一件绣裙吸引了在场的所有人。对比石碑上的物品清单，才知道这件绣裙竟然是武则天的衣物。
这让从事考古领域30多年的专家看后大为惊讶。箱子中还保留下来了5件出锦绣，是什么阻挡了这些丝织品历经1000年的岁月而不腐朽？在显微镜下，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，这些金线竟然是用黄金拉成的，它们平均只有0.1毫米，最细的地方甚至达到了0.06毫米。这些金线比发丝还要细，就是用现代高科技手段都不能达到这样的工艺水平。正是因为有这些镶嵌在丝织品上的金线，才得以让这些丝织品保存下来。为这些聪明的古人点赞。这是一件双环12轮鎏金银锡杖，它被称为世界锡杖之王。工匠在制作的过程中，一共用去了黄金62两，白银58两。杖首2个金轮上套着12枚雕花金环，金环围绕着象征圣洁的莲花宝座，顶端是一颗象征智慧的宝珠。如此巨大而精美的锡杖，在全世界的佛教法器中是独一无二的。在这里，它属于谁的呢？答案也许就在这道石门的后面。当专家把4门纯金塔打开的那一刹那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。这什么？这是我脑子里面的反应。我一看，完全和字文上说的一样，我就不得了！我说佛子舍利发现了。此时是1987年5月5日，刚好是佛诞生的日子。考古队员打开了法门寺地宫的第2道石门，揭开大理石盖板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了。整间屋子堆满了奇珍异宝，各种金银器、珠宝玉石，让人看着眼花缭乱。史料中曾经这样记载法门寺地宫中的宝物：穷天下之庄严，及人间之幻丽。在这样的描述一点都不夸张。在金银器中最奇妙的还属这2个鎏金银质圆球，这个就是香囊，在当时是被悬挂着使用的。为了防止香囊晃动时香料流出，工匠们在圆球的内部安装了2个平衡环，圆球滚动时内外平衡环也会随之滚动，而相反的重心却不动。这种平衡装置与现在运用于航海航空的陀螺仪原理完全相同，真的是太佩服这样能工巧匠了。如果你也觉得古人聪明，请长按点赞2秒支持一下。打开地宫第3道石门，一顶硕大的汉白玉灵杖几乎把中室占满。灵杖的顶端有3件纯金螺纹线袈裟。考古队员在灵杖的后面还发现了一个已经腐朽的檀木箱，箱中装满了瓷器，这些瓷器就是比钻石还要珍贵的秘色瓷。然而，秘色瓷的烧制工艺早已失传，如今全世界只有法门寺地宫出土了这种秘色瓷。古代文人曾用“薄冰托着青云，嫩河盛着露水”这样的句子形容秘色瓷。在清理文物的过程中，考古队员又有了一个重大考古发现，他们竟然清理出来了20多件玻璃制品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，这件玻璃盘被认为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伊斯兰釉彩玻璃。地宫的发掘已经接近尾声，只剩下后世的阿育王塔和灵杖后面一个用丝绸包裹的大包裹。考古队员小心解开包裹，光彩夺目的宝函露了出来。宝函一层套着一层，一共套了8层，最里面是一座闪闪发光的4门纯金塔。打开4门纯金塔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。那个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、在古籍中记载、在信徒心里膜拜的佛教至高圣物佛指舍利，真的在法门寺地宫中出现了。然而，当专家对佛指舍利进行仔细鉴定后，发现这竟是一个玉制舍利。那真的佛指舍利在哪里呢？就在大家为这个结果感到失望的时候，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无意间在地宫的一个隐蔽角落发现了一个密龛，密龛中有一个大木函，打开木函，里面是一个铁函，打开铁函，里面是一个硕大的水晶棺，打开水晶棺，里面是一个小玉棺，
打开玉棺，一枚佛指舍利静静地躺在玉棺里。毫无疑问，这枚佛指舍利就是至高无上的释迦牟尼真身之骨。佛指舍利的发现让考古队员们激动万分，同时也震惊了整个佛教界。截至目前为止，世界上仅此一枚佛指舍利。至此，法门寺地宫所有珍宝都找到了它们的意义。原来一切高贵与奢华都是为了供奉这个举世无双的佛指舍利。你对法门寺地宫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